大家好，这些芦笋在台风来临前呢，由于没有另外搭设支撑绳的缘故啦，就改采用剪枝修叶矮化降低风阻的方式尽量留下比较粗壮的枝条呢。而在风雨不大的情形下，算是平安度过了风雨芦笋种植一开始养精或养根的阶段呢，进行汰换母茎的其中一个原因健壮的母茎除了可以支撑更多的枝叶来进行光合作用，面对强风时呢，没有支撑完，只要先进行修剪，等风雨过后再查看是否需要更换母茎，也是一种办法而顺应植物自然生长的方式呢，也可以减少使用大量肥料的状况下，就不采用光秃秃的种法，会更适合家庭种植而与其说把母茎养出呢，更贴切的说法是在把底根养出因为芦笋生长的速度非常快通常一天就可以长个10几公分生长的过程一开始冒出头的时候呢，芦笋的粗细就已经直接决定了，根本没有时间让它长高后才又慢慢变粗因此芦笋长得好，底根培养才是最重要的因素而这些新种植的幼苗现在还在养根的阶段虽然只是些微的风雨因为母茎还不够粗壮就被吹得东倒西歪，算是很正常的状况台风过后呢，就顺道进行夏日种植的调整适度的挖出沟槽，土壤直接拿来培土可以让植株可以更为稳健之外呢，在浇水与排水也会容易许多目前一样采用不施肥的方式中药渣培养的有机质土壤呢就很耐用了。等日后有多一点的甘蔗叶呢，会再摆上沟槽里来降低土壤温度与提高保湿的效果之外呢，多雨的季节呢，也可以避免雨水冲刷而流失土壤跟降低土壤板结的现象发生其中这样的效果也可以增加蚯蚓的活动力这样整理完就又可以进入放养好长一段时间了。接下来这些是日前又经过移植的芦笋底茎相对比较粗了。影片除了实证芦笋移植存活率很高之外呢，有看过之前影片的观众朋友自然养土的成果也可以顺道验收一下。至于若是要种植白芦笋呢，沙质土壤与空间仍有很大难度需要克服预留母茎时呢，比较粗的母茎当然是第一选择不过还是有一些特例发生就是粗的母茎过于靠近当留下挤压在一起的母茎时呢，长出的枝叶也容易也跟着挤压在一起所以个人在选择汰换母茎的过程粗细并不是唯一的抉择因素而是使用疏苗的概念将有点距离的母茎留下。这还有另外一个考量的原因芦笋在种植时呢，通常不是单颗种植尤其是培养盆里呢，通常放了多颗种子拉开距离的好处是让每一株都有生长的空间如果都集中留下靠近的母茎呢，很可能就是同一株的底茎
所生长出来的。这样一旁不同株的底根呢，就没有母茎可以行光合作用了。因此，如果是整丛进行种植，预留母茎时就可以拉开距离，让每株都有自力更生的机会。整理完毕之后，不同批的芦笋沟槽就连接起来了，这样要进行浇水也会更加方便。至于这最早期移植的芦笋呢，由于最近时常在下雨所以能做的事情就很少了啦。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采收了，因为芦笋的生长速度非常快通常早晚都要巡视采收一次了。错过采收的话，它就会长出侧茎跟叶片了。就像这已经长得很高的顶芽与侧叶就是没有采收到的芦笋了。只要几天的时间就可以长得非常高了。因此，汰换母茎的过程呢，可以不用考虑那么多了。对于看起来不健康或是长在不顺眼的位置呢，都可以进行汰换了。怕因此采收量不足的话呢，就可以分批进行汰换另外呢，如果空间够的话，现在一样还是可以进行种植的。毕竟芦笋是多年生的作物现在的天气呢，寒冷的时间很短了。现在进行种植布局呢，明年的春夏就多了一样可以采收的菜了。而最后这区呢，也是将多的幼苗又增加种植了。因为此处地势较为低洼，却很方便浇水日后会再额外采用补土的方式进行培土了。空间大的观众朋友建议可以种一点芦笋采收的时间非常长之外呢，也可以降低长草的闲置土地发生最后，这是直接扦插经过数日等待嫩化的地瓜叶与一直被雨水干扰的萝卜现况谢谢收看。